女人每天饭后就打骂3个孩子。这天老天爷终于看不过去，女人被自己放在院子里的凳子绊倒，头着地摔嘎了。2个仔仔听到动静颤抖的跑过来，大哥，他不动了，不是嘎了吧？老大害怕的探了探女人的鼻息，没气了，真的嘎了。太好了，恶毒女人嘎了，以后就没人打咱们了。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把她抬出去埋了？这时躺着的女人突然坐了起来，我靠，就这么水灵灵的穿了。哥，他是人是鬼？是人吧？这大白天的。大哥，他肯定会打死我们的，怎么办？余化看着2个便宜儿子害怕的神情，挤出一抹笑。仔啊，娘以后不会打你们了。2个仔仔看他这出更害怕了，撒腿就跑。我有这么吓人吗？嘎都嘎了，不想活了，找棵歪脖子树吊洗算了。说干就干，余化拎着绳子就出发了。他找了一棵粗壮的歪脖子树，绳子甩上去，打算上吊把自己吊醒。然而总有刁民想害他，修一支箭射断了他的绳子，刚吊上的他跌坐在地上。谁呀？谁吃饱撑着多管闲事？回应他的是一片寂静。他四处看了看，看到了面无表情的猎户杨启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做点好事，别再射断我的上吊绳？我想嘎，麻烦你别再救我了。鬼救你？还有我不是你大哥，你比我大。那么这位英俊的弟弟，你可以不要再管我的喜活吗？我也不是你弟弟，别乱攀亲戚。你要是觉得内心愧疚，好好活着赎罪，将那3个孩子照顾好。杨琪说完话转身离开，步伐还很快，仿佛他是瘟神，生怕被沾上。余化都气笑了。你个哒哒哒的！骂了一会，余化也冷静了。老娘决定不死了，好不容易有这奇遇，作为一个资深游戏宅，触发了奇遇，怎么能放弃不做完这个奇遇？不就是顶着恶毒后娘的名声吗？只要我头铁，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问题。更何况我本来就头铁，我可是在少林寺练了5年铁头功的人，没人比我头更铁。来都来了，弄点东西回去吧。余化回去后，看着在院子里害怕的不敢看自己的3兄弟，没有理会，走到灶台边。反正我说什么他们也不会信，就先这样吧。余化洗着没嘎成采来的蘑菇，3小只惊恐地看着。大哥，他是不是想毒死我们？余化很无语。这是能吃的红菇菇啊，味道很棒，营养也很丰富，怎么到他们眼里就成了毒蘑菇了？我说怎么不打我们了？原来是想毒死我们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这个恶毒的女人害了弟弟们。杨大郎拿起锄头就向余化跑去，然而因为害怕，没跑2步，自己被自己绊倒，扑在地面上，场面很尴尬。后面的老2、老3惊呆了。完了！余化忍着没笑，无语望了一下天，低头对趴在地上的杨大郎说：“打人犯法，会坐牢被砍脑袋的。坐牢又怎么样？我不会让你害了弟弟们。”余化看着这个视死如归的家伙，扯动了一下嘴。那可不行，我要是嘎了，你们连这个房子都守不住。你爹嘎了以后，他大伯一家可没少打这个房子的主意，要不是我撒泼，你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只要你嘎了，房子要不要都无所谓。好家伙，这是恨后娘入了骨，不过也正常，换作是我也恨之入骨。这么好的房子，可不能便宜了那些狼心狗肺的人呐。你比他们还要狼心狗肺。狼心狗肺不是这样用的。你想不想读书？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这个恶毒的女人肯定想把我卖了换钱。村里之前就有孩子听了家里人的话去干啥干啥，结果就没有回来过。我才不相信这个恶毒的女人会好心送我去读书。我听说读书后可以给人抄书写信挣钱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我一直都有病，你们不是很清楚？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去读书？错过这次，下次你若是想读书，我可不管了。不去。行，随你。这小子不去算了，我去问老2、老3。不过老3腿脚不便，那就只能是老2了。余化将目光投向老2，咧嘴对老2笑，他以为自己这样很友好，然而对长期在原主虐待中度过的老2直接缩了回去。余化只好贴合人设，吼道：“杨二郎，你给我出来！”一起缩回去的老2、老3猛抖了一下，害怕极了。杨二郎不想出来，可他怕不出来会挨揍挨得更狠，因此他非常不情愿地挪动脚走出来。杨大郎过去站在弟弟前面，怒视后娘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我只不过是想送他读书，我能干什么？家里的钱快没了，我得让你们兄弟3学点挣钱的本事，这样我以后才不会被饿死。这下你们应该相信我了吧？余化自我感觉极好，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然而杨大郎不买账，原来恶毒后娘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想要压榨我们一辈子，想都别想。不过读书能当官，要是做了官，后娘肯定不敢再打我们了。想到这里，杨大郎又纠结了起来。余化不管杨大郎，直接定了杨二郎去读书。就这样决定了，杨二郎，你去读书认字，你可要认真学，要不然我抽洗你。我抽洗你这句话，原主经常说。杨二郎没吱声，主要是他反对也没用。但杨大郎吱了声，他质问后娘：“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是不是想把二弟卖了换钱？”余化迷惑，不太懂读书，跟卖娃怎么扯上关系？
想要卖二弟，除非我嘎了，从我尸体踏过去，否则你休想。确定了，这娃有毒。于是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他抬头看向大门的方向，来人是杨武的堂兄杨胜。长得贼眉鼠眼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。这个杨胜骚扰过原主好几回了，今日来家里，恐怕也没安好心。余化赶紧冲了出去，滚！再来我家，我一锄头挖死你！杨胜吓得往后退，脚被石头绊了一下，跌出门外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疼得杨胜龇牙咧嘴。明明是她老公自己来找小寡妇，却要怪余化是个狐狸精。于是你这个小贱妇，你想挖洗谁？等解决了这个贱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杨胜挪动脚步离自家媳妇远一点，因为媳妇身上有狐臭，这大热的天熏得人睁不开眼。叶香，你还真是人如其名，这臭味隔这么远都能闻到。叶香气得脸色涨红，特别是看到自家男人也远离自己的时候，气得差点原地昏厥。杨胜，你一大早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说你是不是跟这个贱货勾搭一起了？勾搭你个大头鬼！就他这批样子，姑奶奶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什么你？几次三番的骚扰姑奶奶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长那磕成鬼样，还敢肖想姑奶奶？再敢来，姑奶奶一锄头挖断你脖子，然后再挖断你子孙根，让你做鬼都做那无根的鬼。叶香早就猜到自家男人在打于氏的主意，这会儿听到于氏的话，气得拧住自家男人的耳朵，扯着边走边骂：杨胜，你能耐了，居然敢打于氏那个贱货的主意，你也不怕被他克洗？我是为了那个房子，那3个小子没用，只能从那个女人身上下手了。要是能把那个房子弄到手，自家男人让那个女人用一下也不是不行。抱歉，拒绝，你自个留着慢慢用吧。吓走极品夫妻，余化看到吓坏的三小只，有些无奈。别怕，不打你，以后也不会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大哥，他好奇怪。他本来就神神叨叨的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不要相信他，他肯定没安好心。中午余化做了蘑菇汤和炒青菜，没有叫三小只，自己吃完饭背着小贝搂出了门。他一走，3个仔仔才偷偷的出来盯着蘑菇山药汤咽口水。大哥，他吃了没干？这蘑菇吃不死人，我好饿，我可以吃吗？大哥，就算是喜，我们也要做个保喜鬼。杨大郎思考片刻，下定决心。我先喝，一会儿要是我没嘎，你们再喝。2个小的听了这话吓坏了。不要大哥嘎，我不喝了。我一定要喝，如果有毒，那个女人肯定也嘎了。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，那么我喜也无憾。你们2个好好照顾自己。另一边余化正在追一只兔子，他刚伸手要丢出石子，一支箭比他快，射穿了兔子的脑袋。好家伙，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，走哪里都能碰到，真倒霉。怎么又是这个女人？真会记。这只兔子是我先看到的。那又怎样？箭是我射的，你觉得凭你能抓到她？我能。呵呵。喝锤子。杨琪不想跟这个恶毒的女人多待，抬脚离开。你给我等着，迟早有天让你叫爸爸。爸爸？什么鬼东西？杨琪回头看了一眼转身往山里深处走的女人，双眸微微眯了一丝。那边可是有一头怀着崽的母野猪，怀着崽子的野母猪比一般的野母猪更凶悍。算了，有人找死，我又何必去阻扰，免得又怪我多管闲事，被猪拱死了也好。谁在背后骂我？哼，肯定是杨琪那个狗猎户。走着走着，余化看到了一只体格超大的母猪。我擦，这么大，这可是肉啊！余化很娴熟的往后腰摸了摸，却摸了个寂寞。忘了我已经不是那个冷血杀手了，没有匕首，赤手空拳的，我也打不过呀。这次放过你吧，下次吃你全家。余化偷偷的溜走了，失去了一只兔子，一只母猪，但他抓到了2只野鸡，还找到一堆调料。在山里3个多小时，余化累得不行，坐在地上休息。这个身体果然还是不行，几个小时就把我累成了狗。话说，都穿越了还不给整个金手指吗？话音刚落，手心突然流出水来。这啥？小说里的灵泉水？那我先来一口。有点甜，也不那么累了。啥意思？就这？跟小说里也不一样啊。余化等了一会，还是没有反应。鉴定完毕，此灵泉水乃假灵泉水。行吧，假归假，味道却不错，有个随身水龙头也不错。余化回到家，发现门口都是人。恶毒女人回来了。于是你太恶毒了，你再怎么不喜欢3个孩子，你打骂就算了，怎么能弄毒蘑菇毒3个孩子？简直就是在作孽，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？余化听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，听了7、8句后，他依旧是一头雾水。什么毒蘑菇？这些人在说啥？不等他询问，门内传出老2、老3的痛苦话语声。啊，肚子好痛！二哥，我是不是要嘎了？大哥，我的肚子也好痛，我跟3弟是不是要嘎了？麻烦你们让一让，
我要进去。让什么让？你这样恶毒的女人，应该扭送官府。没错，像她这样恶毒的女人，就应该送官，让官老爷打她板子，然后关起来。余化无语。不得不说，任何时代、任何地方都有听风就是雨的人，真是处处是江湖。这说着说着，竟然有人动起手来，想趁机吃余化豆腐，这可不能忍了。虎皮玩意，你手想往哪里摸？不想要手，姑奶奶给你折了。老子摸你是给你面子，你居然敢动手打老子！姑奶奶打你也是给你的恩赐。余化抄起扫帚就向男人冲去，果然色狼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，后退的同时竟又摸向刚才骂余化的杨梅。你个死变态，还敢摸老娘！死胖子，敢打老子！谁要你这么个胖婆娘！两人瞬间就掐了起来。余化不予理会，转身就进了门。大伙见状，又议论起来。他肯定又要打孩子，看着吧。这3个孩子也是造孽，摊上这么个后娘，长得人模人样，干的事没一件是人能够干出来的事情。这个后娘给仔仔们做了一顿蘑菇汤，就让几个仔仔倒地不起。余化进了院子，赶紧蹲下查看最近的老三，手刚放在老三肚子上，杨大郎吼了起来：“你放开我三弟，有什么你冲我来！就你这样还想逞英雄，省省吧，我给三郎揉揉肚子。”余化揉了一会，低头问小家伙：“还疼吗？”后娘的声音好好听，怀抱好温暖，手揉在肚肚上也好舒服，跟梦里的娘亲一样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小家伙小手偷摸移动到大腿上，准备掐一下，看看这是梦还是现实。余化将小家伙的小动作收在眼底，有些好笑。不是在做梦哦，不用掐自己。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真的。余化扫了一眼自己给自己揉肚子的老二，笑了一下。这个老二话少，是个识好歹的人，脑子也灵活，看到弟弟肚子不痛了，就学我刚才的动作揉肚子，让老二去读书，真是个明智的决定。我可真棒。余化还没夸完自己，小家伙又哭起来。你骗人，这肯定是在做梦。真的不是在做梦，不信的话可以掐你大哥。为什么掐我而不是掐你？杨三郎哪里舍得掐大哥，他摇头，小手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。啊，好痛！真的不是在做梦。难道真的是我们吃多了？不是蘑菇有毒？大哥，我肚子不疼了。不仅没毒，还补人。这次是我没考虑到你们的情况，抱歉。新手带娃，你们要体谅一下呀。杨大郎小年纪懂得很多，毕竟10岁了。听到后娘道歉的话，他愣住，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后娘。他挣扎了一下，问出了一句自己想扇自己一巴掌的问题：你会一直这样好下去吗？你们要是听话的话，我肯定会一直好下去。当然，你们要是犯错了，我该罚的还是要罚。比如你们偷东西，无缘无故欺负人，这种我肯定会揍你们。我没有偷过东西，大哥二哥也没有偷过，真的。我们没有偷过东西，我们真的没有偷过。三小只激动极了。余化就算是没有继承原主的记忆，看3个孩子的反应，他也猜测到3个孩子以前肯定发生过被污蔑偷东西的事。他赶紧安抚：我知道你们没有偷过东西，那为什么以前我们说没有偷，你却不相信？为什么还要打我们？以前我寡不敌众，只能委屈你们，以后不会了，也不会再打你们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晚上给你们做烤鸡吃。于是你给我滚出来！这些人真烦，真是没完没了了。你们乖，我出去看看，一会儿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，知道没？知道了。余化拿着刀就冲了出去。哎呦喂，于是你个小贱妇，拿把破刀吓唬谁呢？你看你把我女儿脸挠的，你还有理了？好，继续嚎，快点嚎，等你嚎够了，姑奶奶就剁了你，送你去见阎王。那狗男人打架怎么还往脸上挠啊？真是活久见，还赖上老娘了。杨梅，你自己滚还是让我动手？不敢找那男人，还让你娘来找我了，我好欺负吗？带着你娘赶紧消失。余化刀一指，吓得杨梅也不敢老娘了，自己撒腿就跑。叶蓉看向丢下自己跑走的女儿，也赶紧跑走。余化瞪了一眼看热闹的众人，才转身回去。这于是疯病越来越严重了，以前顶多骂人撒泼，如今直接上手揍，还动刀子。不知道他会不会哪天发疯，把3个孩子剁了下饺子？不能吧？谁知道这疯女人能干出什么事？那咱们快走吧，别被他听见了，我不想当饺子馅呢。晚上吃过饭的娘几个第一次在炕上聊起了天。你们以后不准去小溪边洗澡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3岁孩子了，哪能光溜溜让人看？可村里其他人都去呀。他们是他们，你们是你们，反正你们以后不可以光溜溜给别人看，就连我也不行。你们都是大孩子了，身子不能给别人看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们洗澡要在屋里洗，不听话没有肉吃。一听没有肉吃，小家伙们不干了。那我们以后在家躲着洗，不给娘看。余化无语。谁稀罕看哦？聊了一会，余化出去做饭，
二郎偷偷的扬起小脑袋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说今晚睡一觉，这么好的娘会不会不见了？”我怎么会知道？三郎也接着问道：“大哥，我以后要好好洗澡。娘喜欢香香又干净的小孩，我要洗香香，洗干净娘才喜欢。”随你们。杨大郎有点气闷，感觉属于他的东西被抢走了，而抢走他东西的人还是他们那个恶毒的后娘。仅仅1天的时间，2弟3弟就被拐了心，他们完全忘记了以前的过往，我才不要像他俩那样没出息。杨大郎越想越委屈，竟然哭了起来。杨二郎听见抽噎声，顿时慌乱起来。大哥，你咋哭了？我没哭。二郎不会安慰人，憋出一句：“哦，大哥说没哭，那就没哭吧。”大哥抱抱，我们不会不要大哥的，大哥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大哥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大哥，我们不会不要你。杨大郎看着2个弟弟，心里暖了一下。好，哥哥不生气了。这灵芝也不知道能卖多少钱，明天得去镇里看看。三郎的腿被原主打断了，得治好了才行。可我没有原主的记忆，要咋去呢？有了。这个后娘抱着男人的腿不撒手，只因穿越而来的他连路都不认得。杨大帅哥，你就带我去镇上吧，我忘记路了。我去给3个孩子买布做衣裳，我还要给他们买糖葫芦、买糕点。呵呵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还知道对孩子好了。真的，这不是昨天的兔子被你抢了，运气好的我又找到1朵灵芝。对了，你知道镇上1朵灵芝能卖多少钱吗？那兔子是我射中的。什么叫抢了你的兔子？不同的灵芝价格不同。你去镇上百草居，那里的掌柜会给你公道的价钱，不会坑你。你顺着这个路翻过这个山头，出去左拐，顺着大路一直走，走上1个时辰的路就能看到桃花镇。杨琪说完走得飞快，又把余话抛下了。这狗男人每次见到我都跟看见瘟神一样，以为老娘很想看见他吗？到了百草居，余话直奔主题。我这里有1朵灵芝，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？收的。你这朵灵芝虽是紫灵芝，但不大，只能给你500两银子，要卖吗？卖。500两也不少了。余话相信杨琪不会骗人。掌柜，您这有玉仙草吗？玉仙草带着1个仙字，名副其实的仙草，入药能治百病，效果极好。100年前听闻有人在龙山一带有采到过1株，而那1株后来送进皇宫，被先皇用了。自那之后，世间再无玉仙草。敢问夫人要玉仙草治什么病？小儿骨折。不知陈掌柜可知100年前那株玉仙草是从何处被人采得？就在咱桃花镇的龙山深山里。治骨折也并非非要那玉仙草，也可用其他的药材代替。你可将你家孩子带来让我看看。谢谢掌柜的好意，我家那孩子骨折有3年了，不用那玉仙草，我怕他承受不住。没有问到玉仙草，余话在镇上逛了起来，还要给几个仔仔买东西。走到人多的地方时，身后跟着1个鬼鬼祟祟的人，想趁乱偷钱，被余话扣住手腕，摔在地上。偷到姑奶奶头上，胆挺肥。我错了，求姑奶奶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吧！我上有80岁的奶奶，下有弟弟妹妹要养活。中间是不是还有1个病重的老母亲？小偷愣住，你咋知道？周围竟然还有人真的同情起来。这位大姐，她挺可怜的，你就放了她吧。你长得比我老，你叫谁大姐？我。你什么你？他偷我钱，我不应该教训他吗？你既然这么喜欢充当好人，那不如好人帮到底，给他个180两银子，或者直接把他80岁的奶奶、病重的老母亲，还有弟弟妹妹全都接回家养着好了。我才不要他的银子！这丑八怪对我家3个涂抹不轨许久，洗都不能欠这个丑八怪的人情。你真有意思，有人给你银子你还不要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谢二狗委屈极了，要是换成别人，他肯定要了，可眼前这个丑八怪就是不行。你还是把我送官吧！宁可去衙门，也不愿接受张新梅的好意。张新梅气得五官扭曲，跺了跺脚，狠狠瞪了余话一眼，转身走了。又不是我拒绝他，瞪我干什么？莫名其妙，跟我去见官还是赔钱？我也没偷到啊，赔什么钱？不仅他不知道，周围的人也不知道，一个个一脸迷惑地看着余话。不知何时来的杨琪也很莫名，这女人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你吓到我了，大姐，你能别说笑吗？明明是我被吓到了。谢二狗觉得自己很憋屈，摸钱没摸到，被打不说，还要被勒索赔钱，什么世道啊？那就去见官吧。别，我赔钱，我赔钱。你是哪里人？叫什么名字？可有婚配？你没看到我梳的妇人发髻吗？别废话，赶紧赔钱，我也不要你多，随便给个1两银子吧。有些长得好看的姑娘，避免麻烦，会梳妇人发髻骗人。余话接了银子，不等他出声，杨琪走了过来，黑着脸说：“不是说要给孩子买衣服、买糖葫芦吗？”余话看着突然出现的杨琪，有点愣。谢二狗瞅着眼前这个高个子、长得跟帮主不相上下的男人，
心底一阵惋惜。原来是真的嫁人了，好不容易物色上一个合适做帮主夫人的人，瞬间没了。哎，我家帮主这辈子就是光棍命。谢二狗看给帮主找夫人没戏，转身跑走。那是镇上斧头帮的人。杨琪说完转身也走了，他感觉自己有点毛病。我总帮他干什么？真是有点大病，以后离他远点。余化也觉得他有病。这个杨琪真是个别扭的人，整得他好像欠了他钱似的。不过总的来说是个好人，要是把那只兔子还回来，那就是大大的好人。余化买了一副糕点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卖糖葫芦的，急得问旁边卖烧饼的大爷：“大爷，你知道镇上哪里有卖糖葫芦的吗？”大爷没搭理他。大爷不知道。卖烧饼的大爷不耐烦了，不买他的烧饼，他才不告诉他。余化抿上嘴，抬脚过去问隔壁卖葱油饼的大娘：“大娘，卖糖葫芦的不在这条街，你去西街，那里有卖糖葫芦的人。那条巷子过去就是西街了。”不等余话说完，大娘就告诉了他卖糖葫芦的地方，还好心的给他指路。为了感谢这位大娘，他自然是要照顾一下大娘的生意。谢谢大娘。大娘，这个葱油饼怎么卖呀？我这可不是葱油饼，是葱花饼，1文钱2个。那就给我来8个，我闻着就香。隔壁卖烧饼的大爷瞅见了，后悔得很。那4文钱本应该是他的呀。他厚着脸皮问余化：“大妹子，要不要买几个烧饼？我这烧饼1文钱1个，馅多，味道比那葱花饼好得多。”他没理会卖烧饼的大爷，转身向大娘给他指的路走过去。卖烧饼的大爷气得吹鼻子瞪眼，回头瞪了卖葱花饼的婆娘一眼。瞪什么瞪？信不信老娘眼睛珠子给你抠了？就你那酷咸的饼，只有鬼才买去吃。余化买完糖葫芦后，往出城的方向走去，竟又碰到了那个偷他钱的人。三哥就是那个穿着浅绿色衣服的人，他那样一看就是生儿子的样，可惜他已经嫁人了，要不然三哥你娶了她当媳妇，明年肯定能抱儿子。余化懒得理他们，真当旁边那个瘦竹竿是香饽饽呀？这三哥一看就不行，女人找男人是为了快乐，这风一吹就能吹倒的三哥能让人快乐？倒贴我都不想要。余化绕过他俩往前走，谢二狗却跟个狗皮膏药似的。大姐好啊，你这么多东西，我帮你拎吧。杨琪从前面的铺子出来，看到这一幕，皱着眉走到余化跟前。东西买完了？买完了。既然买完了，那就回去了。哦，好。余化应了一声，跟在杨琪身后走了。谢二狗愤愤不平：三哥，你说那个小子是不是走了狗屎运，居然娶了个那么好的媳妇？也就那样吧，以后再整这些东西，小心你的皮。这是什么狗屎缘分？一天竟然碰到这么多次，有问题！这狗男人不是跟踪我吧？一个糖葫芦就把你收买了，你就不怕他把我们养胖卖了？能花钱买我们，想来也不会虐待我们。大哥，你不要成天苦大仇深的了。就算他真有别的目的，只要天天做好吃的给我们吃，不打我们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另一边，杨胜到家就让媳妇一顿骂：让你挑一担水，你挑哪里去了？这么久才回来，是不是又去找那个不要脸的贱货了？好什么好，不用吃午饭了。叶香被婆婆这么一吼，立即闭上嘴巴，转身回厨房继续做饭。爹，那个于氏开始对三个孩子好，还买了糖葫芦，我看那房子咱们难动动手。他这是想干啥？鬼晓得，要说他对孩子好，那绝对不可能，指不定是在打什么主意，说不定是想把孩子养好一点，卖个好价钱。那不是更好？等他把孩子卖了，我们就代替死了的杨武讨伐他，先给村长一点好处，回头跟村长合计，借此机会将他赶出阳山村，那房子最后不就是咱们的了？我觉得胜儿这主意不错，咱们跟村长通个气，合计着将于氏那个女人赶出阳山村。我做梦都想住进那个大房子。那回头我上村长家坐坐。三人猥琐地笑了起来，殊不知余化不用他们赶，就准备带着3个孩子去镇上了。第一届家庭大会开始，我打算将这个房子卖了。不行！大郎脸色巨变，布满怨恨。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原来是想哄着我们把这个房子卖了。二郎倒很平静。那我们住哪里？我已经在镇上买了房子，以后去镇上住，到时候你读书方便，给三郎治腿也方便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等把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卖了，我们就去镇上。说到这里，他将目光落在杨大郎身上。如果谁不愿意跟我去镇上也行，那就留在这里，这里的东西我都不会带走，全都是你的了。大郎莫名委屈，鼻子发酸，但他忍住没有让眼泪流下来。房子跟地卖了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咱家还有地呢，那就一起卖了呗，去镇上学本事，以后有钱了，你想买多少地就有多少地。你真应该跟你2个弟弟学学，瞧瞧他们多沉稳，遇事好歹听人把话说完，话都没说完你就激动起来，跟那炸了毛的公鸡似的，还是一只怂毛公鸡，就知道扯着嗓子咯咯叫。余话一说起来，那就是停不下来，源源不断的话吐出来，砸得大郎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得，喷人喷习惯了，一时没控制住力度，喷狠了。
行了，别哭了，我不说你就是了。不过这房子你要留，肯定是留不住。我们一走，你那大爷爷家肯定会想办法占了我们这个房子。与其被弄得乱糟糟，还不如直接卖了了事。当然，你要是想送给那家人的话，那就送吧，反正这个房子又不是我的。不要，爹活着的时候就跟大爷爷家不对付，如果把这房子送给大爷爷家，爹估计会被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。那卖不卖？你真的在镇上买房子了？余化从怀中摸出房契地契，那这是房契地契。三兄弟看着那2张纸，不认识字的他们非常尴尬。看，这就是不认识字的下场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被人卖被人坑都不知道。我会好好读书，乖，等我家三郎的脚治好了，也能去读书。真的能治好吗？能。余化很肯定的语气，让杨三郎咧嘴笑了起来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杨三郎都觉得自己此时是开心的。房子跟地，你是要卖还是要留？杨大郎并没有立即回答，他看向2个弟弟。你们同意卖吗？2郎、3郎毫不犹豫的点头。那就卖了。行，那就是全员通过。散会，大郎去洗碗，2郎去扫地，3郎去嗨。我也想干活。那你擦桌子吧，傻小子，让你玩你还不乐意。村长，我想卖了我家房子，不知道村长想不想买，价钱什么的咱们好商量。于是你这个毒妇，你凭什么卖那房子？凭我是杨武的媳妇，凭我现在是3个孩子的娘。那你也不能卖了房子，你卖了房子，那3个孩子以后怎么办？我带着他们去镇上租房子住啊。我要送大郎、2郎读书，还要给3郎看腿。我不卖房子，我拿什么送大郎、2郎去读书？拿什么去给3郎看腿？你会这么好心？我也不想的呀。可我要是不这样做，杨武就要把我带下去。我不想洗，我还没活够啊。村长，我瞅着阳山村也就您家有那个能力买我家房子，要不然你帮忙把房子买了吧。我也不要多，给个100两就行了。100两？余春香看向自家男人，想买的心很明显了。当初房子修的时候花了多少？村长心里应该清楚，买下来绝对不吃亏。我到时候带着3个孩子走的时候，也就只是带一些细软，屋里的家具什么的都不会带走，不如就赠给买房子的人。余话这么一说，余春香赶紧拽了自家男人一下。如今家里的房子不够用，修房子就花不少。如今有便宜捡，自然是要捡。重要的是可以直接进去住，不需要置办什么，方便又省力。余话趁热打铁。村长，你可否把我家地估算一下，看看值多少银子，回头我一起卖了。杨山一口血吐出来，啧，这咋还吐血了呢？不会洗在这里吧？没洗都能被你气醒，你这个……杨山成功晕倒了。你去通知杨山家的来把人扶回去找大夫，可别在这处了事。余春香走后，村长对于是说：“你家那个地大概能卖10几两银子。”那村长你好人做到底，一并收了吧。几两我就不跟村长你算了，我给村长抹掉，一共110两银子。这于氏的嘴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能说会道。不过房子跟地契110两，非常划算。行，回头你带房契跟地契过来。至于那地上的杨山，他没管。想装晕阻止于氏卖房？当我傻呢？杨山家的人来得很快，进门就指责余话：“是不是你契约我爹？”哎呦，山哥呀，你这是咋了？这好生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哭丧呢。余话懒得理他们，他要回去拿房契地契，跟村长一手交钱一手交契。今天收拾收拾，下午出发，直接去镇上过幸福生活，才懒得跟狗东西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把人赶紧抬回去找大夫，别晚了，来不及。装晕的杨山气得差点表演个僵尸起跳，好好的跟这个无耻之人骂一架。居然消遣我家房子，不要脸！大侄子杨武的房子本来就应该归我，如今之所以没能把房子收回来，那是因为于是那个女人难产。等着，我可不能让她卖成功。杨胜娘俩把杨山抬了回去。余春香急着问道：“于是那个房子谈成了吗？”成了，连着杨武家那些地，一共110两，我们赚了。你去拿110两银子出来，我估摸着那个于氏一会儿就会拿着房契地契过来。余春香先是一喜，不过也没听话的现在去取银子。他皱着眉头，一脸担忧。他说送大郎2郎读书，给3郎看腿，会是真的吗？这2天观察，这于是对孩子们的好不是装的，或许他说的是真的。不管以后如何，都是那3个孩子的命。那于是虽然以前对他们打骂，但好歹给他们守住了那个房子。也是，没有那个于氏，那3兄弟房子也守不住，在杨山家估计过得更加不好。唉，只能怪他们3命苦，谁让他们早早的洗了爹娘。这边余化回到家，对门口跟2个弟弟玩耍的杨大郎吩咐：“大郎，你去找一下杨琦叔叔，跟他说咱们下午饭后去镇上，别让其他人知道了。”去镇上干什么？搬家呀。这房子我已经找到买家了，早点搬去镇上，早点送你跟你2弟去读书，我也能早点去找药给3郎治腿。杨大郎听着他一连串为他们好的话，
沉默，并且转身离开家。把想问之前不是说了只送二弟读书吗？还有我们去镇上为什么要去找齐叔这2句话给咽了下去。你们回房收拾你们想要带走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就要去镇上了。村里的小伙伴们再也骂不到我们，也欺负不到我们了。齐叔叔，你跟我娘啥关系啊？我娘让我过来带话，她说下午饭后去镇上。没关系，回去告诉你娘，就说我知道了，我会在路上等你们。于是你滚出来。我娘去村长家了。杨山一家一听去村长家了，连忙转身去村长家。不过在走的时候，杨胜将杨三郎抱着走了。你放开我弟弟！你们要对我弟弟做什么？快放开他！你们娘要卖了房子，你们以后就要没地方住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娘亲是最好的，才不是你们说的那样。娘亲要带我们去镇上住。哈哈哈！我看这孩子傻了吧？才吃了2天好东西，就真的以为于是对他们是真的好了。孩子就是孩子，有吃就是娘。可不是，之前我就说了，于是对他们好肯定有别的目的。果然了，这是想卖房子，先哄着孩子。就是那狗怎么可能改得了吃屎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杨三郎哭了起来。可他一个人声音没他们的大。他看向二哥，想让二哥跟着一起辩解。然而杨二郎沉默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与其跟这些人争到嗓子哑，还不如沉默，等到了将来，用事实打他们的脸。村长家里，余化跟村长交易完，正准备回去，转身看到气势汹汹进来的杨山一家，看到最后进来的杨胜抱着他家的崽，眼眸一沉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凭什么卖杨武的房子？他们都说娘亲坏话，呜呜呜！娘亲才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嘴巴长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娘亲不在乎，你也别气，气坏了身体划不来，知道吗？杨三郎点头，停止了哭声，然后瞪了一旁的二哥一眼。二弟瞪我做什么？哼，谁让你刚才不为娘亲说话，就瞪你。杨山，你想干什么？他于是没资格卖房子，就算是杨武死了，那房子也是3个孩子的，跟他于是有什么关系？如今他想卖房子，他凭什么？有问过孩子吗？娘问了，今天一早吃完早饭后，娘问了我们3兄弟，我跟我大哥还有3弟都同意卖这个房子。杨山一家愣住，没想到于是卖房是经过3兄弟同意，这于是究竟给3个孩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们这么顺着他？你们糊涂，你们怎么能答应他把房子卖了？这房子可是你们3兄弟以后的根基，没了房子，你们以后住哪里？没有了房子，以后谁还愿意嫁给你们？呵呵，你笑什么？难道我娘说的不对？娶媳妇之前管肚子比较实在，房子没了以后再修就是了。你说得轻巧，没钱拿什么修？你们别被他给骗了，听大奶奶的话，房子不能卖，咱得留着。余化也懒得费口舌，直接抱着三郎坐下来，看着这家子卖力表演。杨二郎瞅了后娘一眼，有样学样，挨着后娘身边坐，闭口不说话。村长瞧着这一大两小，没忍住笑了起来。哈哈哈，这一家子真有意思。几人轮番劝说，愣是说干了嘴巴。2个孩子屁也不放一个，气得他们想动手打人，奈何这么多人看着，只能忍着。你们哑巴了，你们吱个声啊！吱！哈哈哈，这2娃太逗了。杨家人脸色很难看，但都忍住没有发作，只能闭上嘴巴，紧紧咬着，不敢再开口，就怕一开口是骂这2个孩子的话，到时候就真的完了。杨胜气愤，刚要破口骂孩子，杨山阻止住了。你们大哥哪里去了？我在这里，大爷爷找我做什么？杨大郎，你当真要让这个女人卖了你爹给你们修的房子？杨大郎没有立即回答，他转头看向后娘，而余化也看着他。此时余化也有点紧张，毕竟这个老大对他还不够信任，一直防备着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郎不同意时，他开口了。三弟的腿要治，没钱只能卖房子。如果大爷爷家能借钱给三弟治腿，那房子肯定可以不用卖了。好家伙，这老大真牛逼！要不是场合不合适，我真的要给老大鼓掌。这一手借钱太牛了。杨山一家一脸吃了屎的表情，直接闭上了嘴巴。村长适时出声：人家杨武给于是托梦，让他卖房子送孩子读书，给三郎治腿。你们要是不想3兄弟卖房子，那不如借银子给他们，让于是带着3个孩子去镇上。村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家要是有那个闲钱，我早就送我家孙子去读书认字，早就修房子，犯得着一大家子挤在那么一座破房子里？那就没办法了，作为亲戚你们不借钱，那我们只能卖房子卖地。哎呀，我的命苦啊！嫁进阳山村就没了男人，我一个大姑娘家哪里会带孩子，也没个亲戚帮衬1、2。如今孩子他爹看不下去了，托梦让我卖房子卖地，说要是我不把大郎、2郎送去读书，不把3郎的腿治好，他就要把我带下去。我害怕呀。
我只能听话卖房子卖地了。余化顺着就接了话，把工具人杨武又拉出来溜了一圈，把杨山一家气得够呛。村长，趁着今天这天凉快，我就想下午带孩子去镇上，能麻烦你们家大成大雨帮我背点东西吗？我一个妇人带着3个孩子，背不了多少东西，这钱……他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，总之一句话就是让村长给2个工具人帮忙搬家。你镇上找到住地方了？娘亲，我娘昨天就在镇上租好了房子。被打断话的杨三郎皱眉疑惑，不明白买为什么说承租，不过大哥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听大哥的。杨二郎没吱声，当个透明乖仔。村长，能让你家2个儿子帮忙吗？行，你回家把东西收拾好，饭后我就让我家大成大雨去帮你搬东西，正好认认门，回头有啥事方便找你。去认了门，以后大雨去镇上带货的时候也能去瞅一眼，看看是不是真的如于是说的那样，送大郎2郎读书认字，给3郎治腿。余化启会不知道村长的心思，他笑了笑，抱着3郎带着大郎2郎离开，回家收拾东西。村长家这边，村长看着还不愿意走的杨山一家人，狠贱地说：杨山，你要真的想要那房子，给我120两，房子跟地转给你。杨山一家气急，他们家要是有那么多银子，早800年自己修房子了，奶奶还挤在土坯房里。杨海峰，这件事情你做得太不地道了，回头那3个孩子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良心安不安？跟我说良心，有本事你们拿银子出来呀！平日里也没见你们偷摸给3个孩子吃一口。娘4个回到家，杨三郎实在是憋不住了。大哥，娘亲在镇上买了房子，为什么要说是租的房子呀？财不外露。你大哥说的没错，财不外露，咱们有钱也不能说有钱，容易被坏人惦记。一听会被坏人惦记，杨三郎明白了，点了一下小脑袋。以后别人问，我就说是租的房子，家里没钱，我们是穷光蛋，还欠着一屁股债。对，就这样说。